1989年，吕良伟刚把周海媚娶回家不久，就遭到了老父亲的埋怨：“你娶的这个媳妇儿，每天下午才起床，饭也不做，怎么伺候我？”大孝子吕良伟一听，心里也很生气，娶回的媳妇如此不贤惠，怎么对得起吕家的列祖列宗？于是他立马赶到片场去找周海媚，并理直气壮地用命令的语气对她说道：“你能不能放下手里的工作，专心照顾咱爸？”周海媚一听要他放弃自己演员的工作，气得当场就和吕良伟大吵一架，两人为此冷战了好长一段时间。而黎明也正是这段时间偷偷地在吕良伟的头上扣上了一顶绿色的帽子。1985年，父亲瞒着周海媚偷偷给他报名参加了香港选美大赛，得到通知的周海媚嘴上和心里都是拒绝的，可父亲却告诉他，每个人都只有一次18岁，尤其是女孩子，你应该给自己的18岁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周海媚听罢连连点头，她觉得父亲的话非常在理，所以即便她心里100个不愿意，但还是鼓起勇气站在了舞台上。初赛和复赛都很顺利，周海媚几乎没怎么发力就拼到了决赛，可她的心里却快乐不起来。她原本想着初赛就被刷下来的，谁成想竟一直撑到了决赛。决赛的舞台上，其他选手都拼尽全力想要夺得头筹，而周海媚却跟没事人一样，依旧是那副大大咧咧、满不在乎的模样。结果她如愿的以太男孩子气的理由被刷了下来。淘汰的那一刻，站在舞台上的周海媚比那些顺利晋级的选手笑得还要开心。落选后，周海媚还沉浸在不用比赛的喜悦之中，却被父母告知自己要回到学校继续完成学业。这对于一向贪玩的周海媚而言，简直就是噩梦一般。恰逢此时，无线向她抛出橄榄枝。原来早在周海媚在台上选美的时候，无线就看出了周海媚那与众不同的气质。在完成学业和进训练班之间，周海媚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可父母担心她年纪太小吃亏，坚决不同意周海媚的选择。无奈之下，周海媚只能立下誓言：2年的时间，如果我2年之后还不能当女主角，我就回家好好读书。父母见她去意已决，也不好再说什么，只能任由女儿签约到了无线训练班。而周海媚也很是争气，刚到无线就得到了和刘德华、梁朝伟等众多大腕合作的机会。一部《杨家将》让周海媚第一次尝到了拍戏的甜头。彼时的吕良伟早已凭借《上海滩》中的丁力一角名声大振，就连老东家无线都对他礼让3分，并给他安排了一个培训新人的美差。这么一来，吕良伟就成了周海媚的顶头上司。更巧的是，这2人还同时接了一部叫做《小岛风云》的戏。当公司将周海媚带到吕良伟的面前后，吕良伟愣住了，他不敢相信世上竟有长得如此好看的女孩。所谓的一见钟情，大概就是吕良伟当时的感觉。心既然动了，那行动自然也得跟上。所以这部电视剧刚开始拍摄，吕良伟就开始对周海媚穷追不舍。最后戏拍完了，周海媚也被吕良伟的真诚打动了，两人秉着都是第一次恋爱的想法，试着谈起了恋爱。1989年，周海媚和吕良伟结婚了。那一年，周海媚才23岁，初为人妻的她根本不懂得嫌弃2字如何写，所以也就出现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吕良伟是吃苦长大的孩子，早年间为了躲避战火，他们一家人逃到了香港谋生，而吕良伟就是满大街被人欺负的打工仔。最后好不容易混进了无线，辛苦跑了1年多龙套，才换来今天的成就。所以在他的心里，现在拥有的一切都很不容易，而他的父母更不容易。可娇生惯养惯了的周海媚哪里懂得他的苦？在他看来，吕良伟让他放弃心爱的演艺事业，那就是不为他考虑，不爱他。因此两人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甚至最后还说到了离婚。可两人当时注册结婚的时候是在美国的拉斯维加斯，所以离婚手续相对比较麻烦。等到两人铁了心要离婚时，却双双抽不出时间，就这样一拖再拖，就拖到了温柔多情的黎明出现。之后周海媚的心就更不在吕良伟的身上了。与吕良伟刚结婚不到1年的时间，周海媚就和黎明合作拍摄了一部《回到未嫁时》，也正是因为这部剧，明媚恋诞生了。当时的周海媚与吕良伟已经貌合神离，而她和黎明早在之前拍摄《义不容情》的时候就已经互生好感，所以这一次她和黎明谁也没有把持住。事后周海媚被黎明的粉丝骂到无地自容，而黎明虽然也呼吁粉丝不要为难周海媚，可却起不到任何作用，大家还是接受不了周海媚和黎明之间的暧昧关系。
就在周海媚被骂得抬不起头时，吕良伟站了出来，他表示自己和周海媚早已离婚，并不是大家传言听到的那般。1997年，周海媚在朋友的介绍下前往日本拍摄内衣写真时，遇到了日本演员永濑正敏。据传闻称，两人因为在合作过程中过度亲密，从而传出了绯闻。可永濑正敏当时已经结婚，因为这段绯闻，妻子小泉今日子还曾跟他闹过离婚，所以周海媚变成了日媒口中的第三者。面对日媒的指责，周海媚很是无奈，她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和永濑正敏合作拍摄了一套写真而已，没成想竟成为了大家口中的小三。为了自己的清白，她只能勇敢站出来否认，并坚定地表示永濑正敏和他妻子离不离婚都跟自己没有关系。或许日本媒体只是想借周海媚的人气炒作罢了，毕竟周海媚当时在日本也很受欢迎，只不过他们仅凭一张合拍的写真说事，显然还是说不通的。更何况周海媚当时还在被国内迪生集团的董事长武士荣追求，所以在日本演员和大富豪之间，周海媚自然会选择有权有势的武士荣。事实证明，周海媚的选择也没有错，最起码当时没错。因为在武士荣的帮助下，周海媚的事业愈发的顺利。当周海媚手戴600万的名表做宣传时，武士荣也不惧流言蜚语，亲自到场为女朋友捧场。这份情谊，明眼人似乎都看得明白。在周海媚的眼里，武士荣几乎符合她对完美男人的所有幻想，而清纯靓丽的周海媚也几乎满足了武士荣这个成功男人的所有虚荣心。可好景不长，两人之间的这份默契却因为周海媚的一场怪病戛然而止。1999年，周海媚在外取景拍摄时，不小心被虫子叮咬后，便感染了红斑狼疮。可有些好事的媒体却将周海媚的病因传得沸沸扬扬，甚至还直言这是周海媚行为不检点所得。面对舆论的指责和压力，周海媚一度停掉了所有的工作，而那个一直说爱她的男人武士荣，却在这个时候离开了。直到这个时候，周海媚才明白，原来她爱的是周海媚，而不是得了红斑狼疮的周海媚。不过周海媚也来不及为这段感情伤心，因为就在她养病期间，一个不嫌弃她得病的年轻男子就出现了。周嘉文曾是亚视的导演助手，之后又自己当导演，指导过《杨家将》《千王之王之重出江湖》《大丫鬟》等多部作品。而周海媚刚转投亚视，周嘉文便被周海媚的美色深深吸引，奈何她的身边当时已经有武士荣，所以周嘉文只能默不作声。如今武士荣嫌弃周海媚得病离开，周嘉文自然不肯错过这个得到美人的机会，于是他在周海媚得病期间不辞辛劳的献殷勤，最终打动了周海媚的芳心。随后媒体就拍到了两人在九龙城出双入对的画面。原来周嘉文早已和周海媚共筑了爱巢，可遗憾的是，这爱巢刚筑好不久，就传来了两人分手的消息。当时周海媚和亚视只签订了2年的合约，2年后合约到期，她和周嘉文的恋情也突然中断。有人说周海媚是在酒吧认识了一位比她小7岁的建筑师，所以为了爱，她辗转来到了北京，开始了新的生活。初到北京，周海媚因为语言不通，闹出了不少的笑话，在剧组常常答非所问，惹得大家哄堂大笑。可因为有爱情的滋润，周海媚从未感到一丝委屈，即便父母坚决不同意她和这名建筑师交往。据说这名建筑师最初根本不知道周海媚是演员，因为他平时除了画画和书法外，几乎从不关注娱乐新闻。当他得知自己的女朋友是大明星后，自己都惊呆了。可他太爱周海媚了，所以就算周海媚是绯闻不断的大明星，他也认了。2013年，或许是建筑师男友有些坐不住了，毕竟这段时间周海媚身边的绯闻不曾间断过，所以周海媚大胆承认了她和建筑师男友的关系。两人公开之后，建筑师男友就开始不断地向周海媚求婚，可周海媚却一次又一次地拒绝了。不是她不想结，只是她不想给男友一个不完美的婚姻。原来早在周海媚10多岁的时候就被医生告知，因血小板过低，生育的话容易引起大出血，甚至会有生命危险，因此终生不能生养孩子。所以在周海媚的心里，自己就是一个不完美的女人，她不想给男友的人生留下遗憾。而建筑师男友多次求婚无果，最后还是决定结束她和周海媚的这段恋情。纵观周海媚的璀璨情史，出道以来她只在青春美貌时结过一次婚，闪婚闪离之后，虽然交往过多位男友，
但似乎已经对婚姻失去了信心，总是在用自以为是的爱情麻醉自己。从不惧怕爱情的周海媚却十分惧怕婚姻，她害怕走进婚姻这座围城，她害怕自己做不好婚姻当中的女主角，她害怕自己守护不好没有孩子的婚姻，或许这也是她放纵自己的理由。时至今日，她依然是一个人吃饭睡觉，一个人工作到半夜，一个人回忆过去的点点滴滴，一个人期待美好的爱情再次降临。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欢迎点赞、评论、转发。这里是于姐，我们下期再见。